盆景在进入模子化后修剪才有更多的选择。修剪按照基本数式进行，先剪一个大的方向，像这样剪出一个整体的基本轮廓。修剪可依据自己的感觉分几步走，对修剪不知如何下手的，剪到这一步也可以进行观赏。第一步修剪不复杂，这样就像剪头发一样，把长枝条剪短，枝条修剪整齐。不满足这一步，可以往下继续修剪，把整体的层次剪出来。这个树桩有3根杆，按杆的成型方向剪出杆之间的高矮、枝盘的层次。这一步修剪实际上就是剪出树桩的空间，强调树桩的疏与密、长与路的对比，呈现出树桩粗了有致的立体感。像这2根之间，修剪的目的是2根显露出来，杆的线条清晰，再把这个枝条露出来，才会有透视感。从这个视角看上去，树桩的立体感是不是强了一点？修剪不仅仅是剪掉过长的枝，其真正的含义是浓缩枝条。我们常说的缩龙成寸，就是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，将自然状态下树的每一个变化细节在盆景中呈现出来，从而在感官上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。对树桩的修剪与掉渣是相随的，空间的调整改变枝干的走向，攀扎和掉拉是必不可少的。像自然这种生长比较慢的树种，采用攀扎将枝干稍作弯曲变化，就能起到延伸树干空间的作用。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剪，可以加快枝盘的成型。剪到这一步，树桩的干露出来，树势也比较明显。对枝盘再做进一步调整，把这个枝条往下掉拉，角度要与上下枝协调，空间的层次感就比较明显了。这里再插播一个细节，修剪中怎样将枝条浓缩？剪枝的部位很重要，剪枝按照不同树种方法有所不同。像自然修剪要留芽点，剪黄杨要留叶。在大部分盆景树种中，没有模子化的枝条在修剪后只会从顶端发出单个芽，很少在下端发出侧芽。因此在修剪的时候要等到枝条模子化再动手，不要不分季节见枝就剪，等枝条生长形成模子化再剪，才有更多的选择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树桩的修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从最初的修剪到这一步，树桩已基本成景。对修剪感到有点难，可以见好就收。往下剪主要是形成树与盆组成的一个场景，剪细节，剪出意境。最后一剪要多斟酌，枝叶所剩无几，每一个枝条都有它的一层意义。修剪稍有不慎就成败笔。精简后，这个树桩的树势才真正形成，枝干的长与路、疏与密呈现出来，这样才有了一个和谐的整体。说场景，这应该是上一个浅盆，或者是做一个水旱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季节有点晚，以后再换盆。这盆赤兰盆景做到最后，估计有很多朋友看出来了。这盆赤兰有个最大的遗憾，连根的部分没有呈现出来，2根间的离散度有点大。选了一块这样的石头，这个石头的倾斜角度与树势同向，把它插进去，填补这个空间。在另一面放一块小一点的石头，组成一个树势场景，这样或多或少就有了丛林野趣的味道。我是山泉农场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